贝老黑的实力究竟有多强，能够轻轻松松躲开泰罗的究极大招，眼见无法对贝利亚造成实质性伤害，泰罗一个冲刺将贝利亚推向了光之国。可万万没想到，却给光之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只见此时的光之国战士早已严阵以待，在一阵烟尘散去后，贝利亚毫发无伤，泰罗像小鸡仔一样被扔向一边。原以为成千上万的奥特战士能够生擒贝利亚，然而全部化身杂鱼水平。最快最强麦克斯首先被敲飞，随后更是被一棒子打得丧失战力。在一番蹂躏之后，贝利亚用战斗仪来了个一炮一拳小朋友，直接演变成了被老黑单方面的屠杀。有点牌面的梦比优斯和西卡利，即使利用光线也无法破防贝利亚。梦比优斯更是被贝利亚抓住机会，一发光鞭束缚住身体，直接被甩向空中。随后压轴的昭和三奥终于出手，展现了极强的格斗技巧。在扔掉披风之后，三奥飞到高台之上再战贝利亚。然而即使拥有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面对拥有终极战斗仪的贝利亚依然不够看，无论是速度力量都被稳稳压制。贝利亚更是一闷棍直接将初代以及赛文打落高台坠向地面，只剩无敌的佐菲。佐菲在两脚飞踢之下拉开两人的距离，随后发射最强M78光线，而贝利亚再次用终极战斗仪破解其攻势，一脚直接将佐菲踹向地面。无敌的佐菲又倒下了，直接昏厥了过去。眼看贝利亚来到火花塔，杰克、艾斯、艾迪也终于出现，葫芦娃救爷爷的戏码再次出现。贝利亚首先便挑落杰克的奥特标枪，并将其一棒子锤飞，随后又躲开了艾迪的光线，在锤飞艾斯之后，再次躲开了艾斯的切割刀。眼见不敌的三奥随即发射大招，可万万没想到直接被终极战斗仪格挡，甚至直接将合体光线推毁。三奥被击中后倒地不起。就在贝老黑即将夺下能量核心之时，奥特之父终于出现，这对昔日的好友再次相遇。贝利亚，你已经丧失了奥特战士的精神了吗？然而此时的贝利亚早已丧失了奥特战士的本性。就在几万年前，奥特之父和贝利亚曾是并肩作战的好友，但同为奥特一族中的佼佼者，两人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路。贝利亚基于更强大的力量，火花塔强大的能量让贝利亚迷失了本性，随后便被驱逐出了光之国。然而宇宙统治者雷布朗多星人入侵了贝利亚，邪恶贝利亚也就此诞生，随即便用终极战斗仪率领100头怪兽复仇光之国。可就在即将横扫光之国之时，奥特之王及时出现，只见其双手释放能量，便将贝利亚封印在了宇宙监狱中。然而就在几万年后的今天，由扎拉布星人假扮的奥特曼夺取终极战斗仪之后，仅仅一发能量就破开了宇宙监狱的大门，随后便释放了被封印的邪恶贝利亚。贝利亚随即便开始了对光之国的新一轮复仇。然而没有了奥王的降临，几乎没人是邪恶贝利亚的对手。即使历经几万年，奥特之父展现了极强的战力，甚至在体术上完全碾压贝利亚，然而还是被终极战斗仪压制。泰罗的及时出现也挡下了关键一击。随后在奥特之母也被击倒后，光之国已无人能够阻挡贝利亚，只能眼睁睁看着贝利亚拿走能量核心。失去火花塔的能量之后，整个光之国瞬间被冰封，所有的奥特曼都未能幸免。还好赛文以及初代利用奥特屏障堪堪躲过冰封。为了守住光之国的最后一点希望，泰罗准备燃烧自己守住最后的一丝光芒。而此前被甩向空中的梦比优斯成为了幸存者。可此时的光之国已是冰封万里，毫无生机。在初代以及赛文的授意下，梦比优斯准备寻找能够击败贝利亚的地球人雷蒙。我是和贝利亚有着相同遗传基因的地球人雷奥尼克，他拥有雷布朗多星人的血统和操纵怪兽的能力。如果有他在，也许会帮助我们打败贝利亚。那么他现在在哪呢？画面一转，雷蒙以及队友正驾驶着盘龙号探索着宇宙，随后他们便来到了行星迪恩德。然而刚着陆便遭到怪兽扎拉嘎斯的袭击，雷蒙随即利用战斗仪召唤出哥莫拉进行战斗。势均力敌的战斗让雷蒙陷入苦战，幸好在盘龙号的配合下，雷蒙利用其破绽操控哥莫拉将其一击必杀。可当战斗刚刚结束，又有一束光芒从天而降，负伤的梦比优斯二话不说便将雷蒙带离了此地。随后未来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知了雷蒙，而奥特一族的历史面纱也就此揭开。就在27万年前，奥特之星的居民和地球人极其相似，在遭遇灭亡的危机时，科学家们研究出了等离子火花塔人工太阳，其强大的能量使居民高度进化，奥特曼就此诞生，保护宇宙的使命也从这一刻开始了。然而贝利亚的入侵使光之国陷入灭顶之灾，为了打倒贝利亚夺回能量核心，未来邀请雷蒙一起对抗贝利亚，而雷蒙也接受了邀请。然而邪恶贝利亚统治宇宙的计划也已展开，他来到怪兽牧场，利用能量核心复活了上百头死亡的怪兽。而来到光之国的未来和雷蒙遭到了怪兽的埋伏，面对3头怪兽的夹击以及夏普雷星人的偷袭，两人腹背受敌。随后未来独占夏普雷星人，两人随即开始了枪战，谁也打不中谁。而雷蒙刚想使用战斗仪却遭到了偷袭，
战斗仪也跌落出去。未来在占据优势后，刚想变身梦比优斯，夏普雷星人一口老痰损坏了变身器，眼看两人陷入了绝境。此时3头胶囊怪兽突然出现，瞬间牵制住了敌方3头怪兽，而产生的震动刚要使雷蒙跌落下去，一只手及时拉住了雷蒙，居然是赛文人间体诛星团。而在另一边，初代人间体早田静端着机枪也及时救援了未来。随后友方怪兽也分别取得了胜利，回到了诛星团的胶囊容器中。4人汇合之后，刚刚来到等离子火花塔，一场爆炸再次让4人陷入危机。只见夏普雷星人带着保镖怪兽布莱克再次出现，雷蒙为了掩护3人，随即召唤出哥莫拉对战布莱克，而其余3人来到泰罗守护的最后一丝能量附近，利用相互间的配合，终于击败了夏普雷星人。而雷蒙也利用超震动波战胜了布莱克。随后3人利用奥特念力，在光芒的照射下，终于恢复了变身能力。3人随即变身。而他们也将前往怪兽牧场和贝利亚展开最后的决战。可他们万万不会想到，曾经一击就将初代击败的杰顿，还有战败奥特5兄弟暴君怪兽泰兰特以及希波利特星人，这些曾经让奥特战士苦战的100头怪兽，正准备复仇前来的奥特曼，可没想到的是，这些强力怪兽也直接变成了鱼腩。众伙伴纷纷开始了炸鱼表演，前有梦比优斯一击一个小怪兽，后有哥莫拉一拳一个小卡拉米，随后合力发射光线，直接摧毁了一群怪兽。而赛文和初代也是不遑多让，面对以前的老对手，也是一拳一个，接着发射光线便击败了艾雷王，随后发射头镖再次解决怪兽。而初代面对老对手，也在瞬间解决掉2头怪兽。而雷蒙也化身雷奥尼克斯，投入战斗后战力恐怖如斯，面对巴巴尔星人、马格玛星人、纳克尔星人以及达达星人的合力围攻，都是仅仅一击就将其摧毁。看着如此不堪一击的怪兽军团，邪恶贝利亚大开杀戒，纷纷将梦比优斯、赛文以及初代击倒，随后更是激怒了雷奥尼克斯。原本善良正义的雷蒙瞬间被雷布朗多的战斗本能占据，直接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3位奥特曼。发怒的哥莫拉在击倒初代以及梦比优斯之后，一击超震动波重创了赛文。而就在此时，宇宙该溜子戴拿引领着盘龙号来到了怪兽牧场，随后戴拿便挑战贝利亚，而盘龙号上的众队员则阻止陷入疯狂的雷蒙。在队友相互的呼唤下，雷蒙终于清醒过来。贝利亚眼看自己的策反计划落空，直接一发射线击向众队员。关键时刻，赛文及时冲过去挡下了这致命一击，被重创的赛文能量也所剩无几。在击败2头怪兽之后，用仅存的能量将头镖掷出。而这一头镖又是去往哪里呢？此刻，在遥远的 K76行星上，雷欧正特训着一位奥特战士，而这位奥特战士为了救助1头小怪兽，挡下了掉落的巨石。看着这一幕，雷欧停止了特训，奥王以及阿斯特拉也同时出现，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位奥特战士的救助怪兽之举已经唤醒了其内心的守护之心，而他的身份也终于揭晓，他就是赛罗，赛文的儿子，曾经也像贝利亚一样渴望更强大的能量。为了防止其像贝利亚一样坠入深渊，赛文将他托付到了这里，接受雷欧的特训。而就在此刻，赛文的头镖终于来到了这里。在奥王解除修行铠甲之后，赛罗一飞冲天，属于赛罗的最帅救场即刻到来。只见2道激光落下，瞬间打破了怪兽牧场的局势。随后一道金光从天而降，宛如神明般的救场，便将赛文带到安全地带。长老，什么人？C罗奥特曼，我是 Seven 的儿子。此刻的贝利亚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天敌出现了，在贝利亚的命令下，所有的怪兽倾巢而出。赛罗独占100头怪兽，展现的战力恐怖如斯，直接发射艾梅利姆切割，解决掉了2头怪兽。经过雷欧特训后，赛罗的体术也极具压制力，独自一人打穿了怪兽群，怪兽毫无招架之力。随后在拉开距离后，发射赛罗头镖，只见2把头镖来回穿梭于怪兽群，被击中的怪兽纷纷领了盒饭。紧接着发射赛罗极速射线，一口气解决了一群怪兽。随后赛罗手握头镖，对着怪兽群来了一顿砍瓜切菜。此时贝利亚准备亲自出马，2人展开了势均力敌的战斗。拥有终极战斗仪的贝利亚尚且拥有不俗的战力，和赛罗打得有来有回。但是赛罗利用岩石的掩护，一个翻身来到贝利亚身后，利用头镖直接卸掉了终极战斗仪。没有武器的贝利亚已经不是赛罗的对手。赛罗一脚踹开贝利亚后，跟上一拳将贝利亚击飞。暴怒的贝利亚再次飞来，赛罗一个侧踢又将贝利亚踢翻在地。
随后补上一脚赛罗飞踢，直接踹得贝利亚几乎丧失战斗力。紧接着赛罗祭出单体最强光线技能赛罗双射线，贝利亚直接被打入岩浆之中。总而言之一个字，帅！此时雷欧和阿斯特拉也打了过来，准备打个酱油，以为危机就此解除，可没曾想，天空中的怪兽灵魂全都涌向了岩浆深处。只见上百头怪兽和贝利亚结合而成的白体怪兽贝留多拉出现，这堪称奥特曼系列史上合体怪兽之最。随后众奥迎战贝留多拉，赛罗和雷欧更是祭出双重飞踢，然而却被贝留多拉一击瓦解，其余战力也纷纷吃瘪。随后贝留多拉释放贝留多拉第一，直接重创了奥特战士们。此时雷蒙来到终极战斗仪面前，因为同样拥有雷布朗多星人的基因，通过自己的雷奥尼克斯之力重新激活了终极战斗仪，随后便试图控制合体的100头怪兽。果不其然，贝留多拉身体上的怪兽纷纷开始了反抗。趁这关键时刻，赛罗利用能量核心补足了能量，随后众位同伴同时发射自己的最强技能为赛罗做掩护。雷欧与阿斯特拉释放奥特双重闪光，戴拿发射索尔杰特光线，梦比优斯释放燃烧勇者形态的燃烧梦比姆炸弹，盘龙号发射佩丹尼姆大炮，哥莫拉释放超震动波。万万没想到初代就在那一直发射8分光轮，着实有点相形见绌。在众多光线的合力掩护下，赛罗飞到贝利亚身前，利用等离子火花斩一击终结了贝利亚。在一阵爆炸下，白体怪兽贝留多拉终于被击败。最后，赛罗将能量核心放回了火花塔，光之国在光芒的照射下终于恢复如初。而盘龙号的队员们第一次踏足光之国，人类与奥特曼2人的握手成为了永恒的经典。高台之上，赛罗伫立前方，一个属于他的时代已将到来。